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年底，大舅妈一直打电话让我们全家回去过年，盛情难却。我放下工作，陪着父母回去了，却不想一见面，大舅妈就让我给混混表弟安排高薪工作。我骗他说我只是个小员工，月工资3000，没那本事。没有想到大舅一家立马变脸，丰盛大餐立即变成了破皮的饺子。晚上让我跟父母3人睡的那房间，一进屋，一股鸡屎味冲鼻而来。我捂着鼻子问：怎么这么臭？表弟翻着白眼，一脸不耐烦。这房子之前拿来养鸡的，有点鸡粪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心底冷笑，所以这是要让我们全家睡鸡窝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距离过年还有大半个月，大舅妈就一直打电话，让我们全家今年务必要回老家过年。见我妈心动，我推掉了手上的工作，一起回去了。刚到大舅家，大舅妈赶紧拉住了我的手：嘉兰啊，听你妈说你现在可出息了，自己开公司了。大舅妈王美莲一脸谄媚，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，热情地抓着我的手。我总算是明白，一向势利眼的大舅妈怎么突然对我热情了。我瞧了眼，笑呵呵没心眼的妈，淡淡一笑：哪有什么公司啊，大舅妈，我就是个普通小职员，混口饭吃而已。哎呀，别谦虚了，你妈说了，你光是上个月就拿了10万的奖金，我就知道我们嘉兰是个有出息的。等年后你带你表弟，省得他在家闲着无聊。王美莲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我往里屋拉，语气里满是期待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妈真是什么都往外倒。我说1年都通不了1次电话的大舅一家，怎么突然那么反常的让我们回来，在这等着呢？我随口解释，我就是个普通小职员，哪里可能得什么10万块？那10万是我们整个部门的，分下来每个人也就是个3、5千的。那天我妈听漏了，真没10万。不是，我妈还想开口解释，被我拉住制止了。被我一瞧，她立马收声了。我继续道：我们公司还缺个司机，表弟要是有兴趣，可以去试试。王美莲的语气瞬间变了，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下来。司机1个月才几个钱，你表弟好歹也是高中生，怎么也得找个月薪过万的经理当吧。我抽了抽嘴角，心想现在满街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，你儿子一个高中生还想一来就上万，脸可真大。我正想着怎么拒绝他的无理要求，大舅妈的侄女苏珊从楼上下来，上下打量着我，看我穿着普通，语气带着几分尖酸：嘉兰姐，你现在做什么高薪工作啊？直播带货。我言简意赅：直播带货啊。苏珊拖长了音调，脸上满是鄙夷：那能赚几个钱啊？姑姑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很多人好吃懒做，正经的工作不去做，非要干那带货主播，看着光鲜亮丽，却没赚几个钱。我同事的女儿也在家里干这个，别说赚钱了，都不够付那电费的。嘉兰姐看着像是有本事的，1个月有3000的吧？我妈急着想辩解，我制止了她，确实赚的不多。王美莲一听，脸色立马沉了下来，像是吞了苍蝇一样难看。刚才还热情洋溢的招呼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一把拽过苏珊，走到另一边的沙发上，嘀嘀咕咕起来。之前给我们端来的瓜果零食都挪到了苏珊那边。我心里冷笑，这变脸的速度，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。又说到表弟工作的事，苏珊直接拍胸答应：姑姑放心，就我现在在公司的地位，安排个工作不要太简单了。
大舅妈笑得那叫一个开心，我就说这有事还是得靠自己人，我侄女就是有出息，不像有些人就知道吹牛。说着故意瞥了眼我妈，空气中弥漫着尴尬。我妈心大，不是蠢，自然听出大舅妈话里的贬低，脸色极其难看。我叹了口气，想着这一趟就不该回来。很快到了晚饭时间，一直躲着不出来的大舅钟大军端上来一口锅，揭开锅盖，一股子速冻水饺味儿，破皮的饺子一整坨挤在锅里，看了就让人没有食欲。旁边还有几碟颜色发黄的剩菜，你们快吃啊，都别客气啊，不会是嫌弃我们乡下人吃的东西吧？钟大军假模假样地招呼着。王美莲尖着嗓子阴阳怪气地说，本来想准备点好菜的，可你们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家里都没来得及买菜。我心里冷笑，我来的时候明明看到厨房的塑料袋里塞满了新鲜食材。我妈脸色难看，许久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没事，饺子挺好的。我夹起一个破皮饺子塞进嘴里，简直味同嚼蜡，心里盘算着吃完这顿明天就走。吃完饭，我以开车太累为借口，让大舅他们赶紧带我们去房间休息。我真的一刻都不想看到他们。很快，表弟钟家宝晃着肥硕的身躯，不耐烦地带我们去房间。我们跟着他穿过院子，来到后院一间低矮的平房前，一股浓烈的鸡粪味扑面而来，熏得我差点吐出来。钟家宝推开门，一股更浓郁的鸡屎味儿涌了出来。我捂着鼻子，看着屋里简陋的床铺和墙角堆积的稻草，我瞪大眼睛，十分艰难地问道：“这是客房？”“是啊，以前养鸡的地方，收拾收拾就能住了。”钟家宝一脸无所谓地说着。我强忍着怒火，转头看向我妈。我妈脸色铁青，嘴唇颤抖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要冷静。家宝，这没法住人，你还是带我们去别的房间看看吧。我尽量平静地说。钟家宝肥肉一颤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就这间了，爱住不住。”我再也忍不住，怒吼出声：“钟家宝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把我们当什么了？这是人住的地吗？这就是你家的待客之道吗？”王美莲闻声赶来，叉着腰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陈嘉兰，你一个客人对着主人大吼大叫，你有没有教养啊？”我妈也有些生气，她沉着脸道：“大嫂，这事不怪嘉兰，是家宝带我们来的，这房实在太差了。再说我们3个人怎么挤一个房间？没房了，床挤不上就打地铺。”我指着他家的4层自建房，气愤地道：“大舅妈，这么大的房子，你说没房间了，你能不能再加点？你侄女一个人还能睡整个3层啊？”站在身后的苏珊不满地道：“我就要住一整层，怎么了？我浅眠，睡觉的时候不能有别的声音的。再说了，我跟你们又不熟，凭什么让我跟你们住一层？”王美莲直接翻白眼：“给你们住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的，爱住不住，不住滚蛋！”我妈气得够呛，脸色难看至极：“大嫂，亲戚一场，你过分了！”王美莲满脸鄙夷：“谁要你们这样的穷亲戚？”我沉着脸，冷笑出声：“都说大舅是村里有名的大善人，我们这些穷亲戚确实不配来攀亲。我待会就把这事告诉村子交流群里的其他亲戚们，也好让其他不长眼的亲戚不要总来惹大舅妈生气。这个群可不仅仅是我家亲戚，村里的每家每户都加了。平时村长有点事都发里面，我若是真发点什么，大舅这伪善的名声就彻底暴露了。可他最看重的便是他这张脸。
又怎么可能让自己遭人唾弃？如我预想的那样，我此话一出，一直躲着不出现的大舅立马跑了出来。家宝，你是没睡醒糊涂了吧？怎么能把你姑姑一家往这边带？这是鸡窝，哪里能住人啊？我讽刺出声。大舅还知道这是鸡窝啊？不得不说，钟大军脸皮是真的厚，明明一直是他在后面使坏，可这会却有脸装不知，仿佛不懂我的讽刺。他假模假样的训斥大舅妈：美莲，不是让你去收拾4楼吗？你不收拾，嘉兰他们晚上睡哪里啊？王美莲想要反驳，被钟大军一瞪，立即将话咽回去了。我这不是没空吗？现在就去收拾可以了吧？说着转身走了。钟大军则道：到屋里坐坐，你舅妈很快就弄好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山路难走，我担心开车不安全，我早就拉着我爸妈走了。就算现在走不了，也不想进去看这虚伪一家子的嘴脸。刚吃完不消化，我们就在这里待着，等你们收拾完了再来叫我们。等钟大军一走，我妈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十分沮丧地道：都怪我，非要让你们一起回来受气。一向不爱说话的爸揽住了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算了，就住1个晚上，明天天一亮咱们就走。安抚完我妈，我们3就站那边等。现在已经是深冬，乡下只能更冷，即便我们都穿了大衣，身体依旧被冻得瑟瑟发抖。不想看到他们虚伪的脸是真，可我也不想父母生病。我看了下时间，这都半个小时了，也该收拾的差不多了。我想着，要是真没收拾完，我们就自己动手收拾。爸妈，我去看下收拾的怎么样了。我很快进到1楼的客厅，可这里并没有人，只开了一盏昏暗的小灯。我想着他们可能在4楼，就想上楼去看看。我上了2楼，2楼的客厅灯火通明，与1楼的昏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餐桌上鸡鸭鱼肉满满一桌，香气四溢。大舅一家4口正围坐在桌边，说说笑笑，好不快活。哪里还记得在楼下受冻的我们一家？王美莲夹起一块鲍鱼肉，放进苏珊的碗里，满脸堆笑：珊珊啊，多吃点，这鲍鱼可贵了，姑姑特意给你买的，以后家宝可要拜托你了。苏珊吃得满嘴油，应了一声：放心吧，姑姑，我肯定照着表弟。说完继续埋头苦吃。王美莲转向身边的丈夫，撇了撇嘴，语气里充满了不屑：你说你妹怎么那么不要脸啊？说什么陈嘉兰开公司1个月得了10万，根本什么都不是。她不吹是会死啊！要不是她吹得那么过，我才懒得叫他们来。我也以为我这妹妹是个老实的，没有想到现在也这么虚荣，还说要买大平层了。呵，钟大军的语气里同样满是轻视。就他那没用的女儿能赚几个钱，还有你那个无能的妹夫，一家子都是无能的，还大平层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还是我们珊珊有本事，年薪10万不说，还有6险1金，比陈嘉兰那无业游民强上100倍。王美莲尖酸刻薄的贬低声音让我忍不住血气上涌，要不是还有最后一点理智，我真的会进去将他们的桌子给掀了。亏得我还特意拿出我的好茶拿出来招待他们，真是浪费。王美莲一脸肉疼，明天就把他们赶走，别让他们赖着不走，浪费咱们家的米。让他们来就屁颠屁颠的来了，根本就是来讨饭的。跟这种穷亲戚有什么好交往的？脆断绝关系算了，省得以后再来打秋风。王美莲恶狠狠地说着，脸上那叫一个厌恶。还真让他们住我们的房间啊，我都怕给他们住了，染上他们的穷病。钟大军微微皱眉，那也没办法，
总不能真让他们到处乱说。要我说，就该让他们住鸡窝，他们也就配住那里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怒火中烧，浑身颤抖。身边突然出现的抽泣声，让我急忙转身，这才发现我爸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上来了。我妈脸色惨白，眼眶通红，嘴唇颤抖，捂着胸口说不出来一句话。可我知道，被自己至亲之人这样背刺，他这会肯定很难受。就连平时稳重的爸爸，这会也紧紧地握着拳头，强忍着怒火，贬低我妈，辱骂我爸。我要是这都能忍，都不配当他们的女儿。我转身冲下楼，一把抓起院子里正在觅食的鸡，冲回2楼，砰的一声踹开房门，在他们惊愕的目光中，将抓来的鸡直接丢到饭桌上。鸡扑腾着翅膀，将桌上的菜肴打翻在地，顿时惊叫声四起。啊！王美莲尖声怒骂：“陈嘉兰，你个该死的小贱人，你要死啊！”我怒沉着脸，语气阴冷，嘴巴这么臭，你也不配吃这些好东西。说完，我一把掀翻了桌子，碗碟碎裂的声音，整个客厅顿时一片狼藉，鸡飞狗跳。钟大军看着周围混乱的一切，气得够呛。他指着我妈的鼻子，唾沫星子乱飞。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无法无天，没有半分教养。我妈以前对这个大哥那是相当敬重，逢年过节没少送礼。现在才知道自己眼拙，竟然敬重了这么个玩意儿。他涨红了脸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指着钟大军一家，一字一句，铿锵有力。我女儿怎么了？她不过是把你们虚伪的嘴脸撕下来而已。你们一家子嫌贫爱富，势利眼，我算是看透了。以前我还真以为你是个好大哥，现在才知道你就是个披着羊皮的狼。我妈眼眶泛红，声音颤抖，却带着决绝。不用你们赶，我们自己走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两家断绝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我爸一直沉默着，脸色铁青，此刻也沉声说道：“走吧，这种脏地多待一会都是对我们的侮辱。”我用力点点头，转身就去收拾行李。我们一家3口拿着简单的行李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我想起之前特意给他们买的那些好烟好茶，还有给王美莲的高档化妆品，凭什么便宜了他们？我转身回去，把那些东西都拿了回来。王美莲一看，立马不干了，尖着嗓子叫唤：“哎！你们干什么？这东西都送给我们了，你们凭什么拿回去？”他冲过来就要抢，苏珊和钟家宝也不要脸地跟过来帮忙。我闪身躲开，冷笑道：“我就是拿去喂狗，都比留给你们强。”王美莲没抢到，恼羞成怒，竟然伸手来打我的胳膊。啪！清脆的耳光声响彻整个屋子。我妈忍无可忍，一巴掌狠狠地甩在王美莲脸上。王美莲捂着脸，不可置信地瞪着我妈，失声尖叫：“钟林，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”我妈再无之前的温和脾气，而是指着她的鼻子，厉声说道：“你们一家要再这么不要脸，我就让全村人都知道你们虚伪、虚荣又不要脸的行径。钟大军，我看你到时候还怎么在村子里装下去？”钟大军一张脸又青又白，太阳穴上青筋暴起，双颊微微的颤抖，看来是气得不轻。可我们都知道，最不想将事情闹大的就是他。要是他们的虚伪面目被揭，脊梁骨都要被村里人给戳烂了。我爸一把拉住我妈，沉声说道：“别跟他们废话，我们走。”我们一家3口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令人作呕的地方。我紧紧地握着爸妈的手，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，却让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解脱。身后传来王美莲尖锐的咒骂声，我们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车子开出钟大军家，我妈终于忍不住了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。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把钟大军这种人当至亲之人看。我爸腾出一只手握住我妈的手，别哭了，为了这种人不值得。我从后视镜里看着我妈，心里也难受得不行。妈，别难过了，以后都不理他们就是了。车子快到村口的时候，前面突然窜出来一个人影，我赶紧踩了刹车。什么情况？我爸也吓了一跳。等车子停稳，我才看清是小舅钟大勇，他身后还跟着小舅妈和他们的儿子女儿。我赶紧下车，小舅、小舅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小舅搓着手，有些局促不安。是小北看见你们要走，嘉兰，太晚了，你们开车去镇上不安全。小舅妈也跟着说道。是啊，嘉兰，要不你们就去我们家住一晚吧。小舅平时话不多，人也有点木讷。小舅妈性格也比较沉默寡言，不怎么跟亲戚来往。这些年，连我妈都跟他们接触的比较少。我本来是想隔天去拜访他们的，结果被大舅一家气糊涂了，都把他们给忘了。虽然接触的少，但我知道，比起虚伪贪婪的大舅一家，真诚朴实的小舅一家不要好太多。看着小舅澄澈的目光，想到父母的安危，我便答应了。那好吧，就麻烦小舅和小舅妈了。我妈也下了车，看到小舅一家，更是控制不住泣不成声。大勇、弟妹、二姐，这天太冷了，我们赶紧回去暖和暖和吧。我爸也跟着说道。是啊，先去大勇家休息一晚，之后我们一家跟着小舅一家朝着他们家的方向走去。意外的是，小舅家的饭桌上摆满了菜，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，有红烧肉、清蒸鱼，还有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快吃吧，二姐、嘉兰，别客气。小舅妈不停地给我和我妈夹菜，我妈看着满桌的饭菜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大勇、弟妹，你们怎么还准备了这么多菜啊？小舅憨厚地笑了笑，是小北看见你们跟大哥在院子里吵架，怕你们饿肚子，还想着做完叫你们呢，没想到你们提前走了。我心里一暖，看向站在一旁的同样憨厚的小北。我妈大概是又想到之前的那些不愉快，眼眶忍不住又跟着红了。二姐，大哥他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小舅叹了口气，放心，我没事，这样的亲戚不值得我伤心。小舅家不大，就2层楼，只有2楼3间房可以住人，他们却坚持要让出2间给我们，让小北和妹妹打地铺，这怎么行？你们睡地上会着凉的。我妈说什么也不肯，最后在我的坚持下，才让小北跟我爸睡一间，我跟我妈睡一间，小表妹睡小舅房间里的小床，躺在床上。我妈跟我说起之前小舅生病，她给小舅妈送钱却被拒绝的事。你小舅妈是个有骨气的，不轻易要亲戚的钱。大勇家不容易啊，因为没钱，房子盖不上。小北都27了，还没能娶上媳妇。我妈叹了口气，嘉兰，你要是以后有能力，就帮你小舅一把。我紧紧握住我妈的手，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隔天我是被楼下的吵闹声吵醒的，下楼的时候正看见小舅妈正红着眼训小舅，这事又不是我们一家子的事，就你冲动。小舅憨憨笑着，嘴里念着没事，就是磕破点皮。看着小舅头上的伤，我忙问小舅怎么回事。表妹气愤地道，都是让收购商给打的。在表妹的解释下，我这才明白事情的经过。我父母的老家都在一个地方，只是不同村。我妈娘家这一带多以种植果树为生，这其中种植最多的是脐橙。这段时间正是果子采收的季节，
往年都有采购商到村里采购，可今年采购商跟村里的一个混子故意压低采购的价格，导致果子迟迟不能卖出。往年采购价都是1.5块，这样多少还能赚点。可现在他们直接将价格压到了9毛，成本都不够，怎么卖啊？刚才二赖还威胁说，我们要是不尽早卖，价格还会更低。爸就是气不过，才跟他打起来的。表妹说完，气愤地捶了下桌子，立即被小舅妈制止。好了，这些糟心事就不要跟表姐说了，赶紧把早餐端出来给你表姐吃。之后，小舅妈他们就没提果子的事情，可我却来了兴致，特意让表妹带我们去他们的果园去瞧瞧。不得不说，小舅家的脐橙品质非常不错，果子又大又漂亮。村子里种橙的人非常多，几乎所到之处都能瞧见硕果累累的果子。等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却看见一个60多岁的阿婆坐在果树下，看着果子默默落泪。表妹说，那阿婆算是村里的贫困户，她的儿子儿媳都不在了，年纪大了，也没法出去打工，只能在家里种橙。可现在橙卖不出去了，家里还有2个孙女要养，愁得她只能在这边落泪。不仅阿婆，村子里卖不出果子的村民都愁，如果果子再没卖出去，这个年怕是都不好过了。就连我妈都在发愁着要怎么给小舅找销售门路。我在实地考察脐橙品质后，终于向众人宣布了一件事，我要收购村里的橙子，帮大家卖橙。小舅妈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没门路，要亏本。最后我可能亏得裤衩都没掉，反正她坚决反对我这么做。我笑着解释，放心吧，小舅妈，我肯定不做亏本买卖。我跟王美莲他们说我是带货主播，并没说谎，只是我真正卖货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。后来我跟朋友成立了公司，底下招了几10号的带货主播。很快，我助农的提议得到合伙人的认可。之后，我们公司底下的主播都开始重点推村子里的脐橙。我还请了许多村里的大爷大妈帮我们做清洁打包的工作。果子品质好，加上底下的主播给力，果子卖得非常不错。果子能卖出去，又能多增加一份收入，村里人都很高兴。我每天都盘算着卖出的果子数量，觉得光靠线上销售速度还是慢了些。我正想着联系周围的商超，趁着年前生意好，看能不能再卖出一部分。这天我才刚忙完回来，正想去村子里安排的临时仓库点看看大家的打包情况，结果发现有人在闹事。走近一看，居然是大舅妈他们。凭什么不收我家的橙子？王美莲尖利的声音像破锣一样，刺得人耳膜生疼。她肥硕的身躯堵在仓库门口，像一尊门神，蛮横无理。打包的员工想让她离开，不要耽误他们工作，可她直接粗鲁地将人推开。我毫不客气地道：“因为你人品不行，你的橙我不收。”你什么意思？你敢说我人品不行？王美莲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，跟泼妇一样在这边打杂，打扰大家工作。就这样还不够证明你人品不行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可王美莲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反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怎么样？你管得着吗？你一个小职员，在这儿狐假虎威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收不收？他扯着嗓子喊，生怕别人听不见。这时，我的助理看不过去，站了出来。这位女士，我们陈总就是老板，收不收他当然说了算。老板，就他，哈哈哈！王美莲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笑得前仰后合，肥肉乱颤。你被他收买了吧？在这儿演戏呢？
他一个月3000块，能是老板？骗鬼呢！他要是老板，我把我的头砍下来。王美莲拍了拍自己的脖子，并朝着地上不屑地吐着口水，行为粗鄙，语气刻薄至极。我看着他这副泼妇模样，只觉得恶心，一身的穷酸样。你到底哪里来的脸，敢冒充老板？我看就是跟你那爱吹牛的妈学的，果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王美莲恶毒的言语让我实在忍无可忍，直接拿过旁边的纸箱子砸在他的脸上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结果旁边的员工还没动手，他直接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哭天抢地，活像一个疯婆子。家宝，给我砸，把这些全部都给我砸烂！我让他吹，让他不收我们的橙子。陈嘉兰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收场，怎么跟你老板交代，让你狐假虎威。今天我让你工作都保不住。王美莲坚信，只要他闹得够凶，把事情闹大，那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员工肯定会被公司开除。被钟家宝一番打砸，橙子滚落一地，仓库一片狼藉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怒火中烧。小李，给我报警！钟家宝，你有种多砸点，到时候我送你去吃牢饭。钟家宝一听要报警，手中的动作戛然而止，脸上明显有些慌张。好大的口气！陈嘉兰还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，在这里嚣张。姑姑，不用怕他，今天他要是真的把事情闹大，他公司绝对饶不了他。说话间，苏珊走到王美莲面前，还不忘不屑地瞧了我一眼，这一眼也让他瞧见了我身边的助理。他先是一惊，随即换上一副谄媚的笑容。李助理，您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所以这次帮村子里卖橙的是你们公司啊？这也太巧合了吧！苏珊说完，目光在我身上轻蔑地扫过。所以陈嘉兰是你的属下？小李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苏珊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：李助理，别怪我多事，你这属下没教养，没眼力见，还没规矩，什么也不是，还敢在这儿指手画脚的，真是笑死人了！怎么回事？我问。小李凑过来解释，他的公司一直想找我们的主播帮忙卖货，只是产品质量不行，您一直没答应。被他这么一提，我总算想起苏珊是哪个公司的了。苏珊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倒大霉了，还在那边阴阳怪气地诋毁我。李助理，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下属，一个小员工还敢在这里狐假虎威、耀武扬威的，这种人要是往上爬，将来肯定会以权谋私，祸害公司的利益。你赶紧把他开除吧，别让这种害群之马坏了你们公司的名声。苏珊越说越起劲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我被开除的惨状。小李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看来你还不知道，陈嘉兰女士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。老板？这不可能，你别想骗我！苏珊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小李直接不客气地回怼：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值得我骗？我瞧着震惊的苏珊，冷漠出声：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老板，说他们的员工素质低下，让我对他们的产品质量也产生了怀疑，双方合作就此作罢。苏珊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张着嘴，眼底都是惊恐。她大概还是有所怀疑，直到小李真的打通了他老板的电话。很快小李挂完电话，满脸鄙夷地看着苏珊：你老板说你既然得罪了陈总，也没必要再去公司了，你被开除了，许是为我出口气。小李故意道：他哪里来的脸笑话您啊？一个月2000的工资，连个正式工都算不上，也不知道他神气什么。此时的苏珊再无之前的嚣张，直接瘫软在地。
王美莲还是不肯相信。什么陈总？我呸！陈嘉兰，你以为我会信你？你一个月3000块，哪来的钱开公司？我冷笑一声，懒得再跟他废话。这时，村长急匆匆地赶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村民。陈总，您……我制止了满脸堆笑的村长，指着满地的橙子。村长，看来你的村民并不欢迎我的到来。陈总，你这什么话？你可是我们村的大救星啊！说着，他朝着王美莲厉声怒吼：“王美莲，你在干什么？”王美莲那张死犟的脸终于出现皲裂，她嘴巴张得老大，指着我不确定地道：“他。”村长直接拍开了他的胖爪子：“陈总可是我们村的大恩人，要不是他收购了我们的脐橙，今年大家都要亏死了。你居然还敢得罪人家！你是想让我把你赶出村子吗？”一起赶来的大舅脸色由白转青，再由青转紫，像个调色盘。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、懊悔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。周围的村民也纷纷围过来，七嘴八舌地感谢我。我故作伤感地叹了口气：“哎，本来还想继续收购村里的橙子，扩大合作。可是……”我顿了顿，目光落在王美莲身上。可是现在闹成这样，这合作恐怕很难进行下去了。村民们一听这话，顿时炸开了锅。王美莲，你自己不想好过，凭什么来害我们？就是你个害人精！我的橙子要是卖出去，我就去把你家给砸了，打他，让他霍霍我们！愤怒的村民们一拥而上，对着王美莲和钟家宝拳打脚踢。王美莲的惨叫声和钟家宝的哀嚎声此起彼伏。村长指着大舅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钟大军，你说你天天跟别人说大道理，有空管管你的老婆孩子？王美莲之前逢人就说你妹一家吹牛，穷亲戚最要不得。呵，倒是不知道你们一家子这么势利眼，就你这德行，这有眼无珠的眼光，你还想竞选下一届村长的位置？我呸！”钟大军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村长的话像是巴掌，狠狠扇在他脸上。他低着头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任由村长像训孙子一样骂他。这次他的脸算是彻底丢尽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以报警为威胁，让他们赔了打砸的钱，便宜了谁都不能便宜了他们。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当天晚上，王美莲顶着一脸青紫嘛，抹着眼泪，一瘸一拐地来了小舅家。钟大军也舔着个脸跟在后面，钟家宝则像霜打的茄子，一声不吭。哎呀，二妹、妹夫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成现在这样呢？王美莲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受了多大委屈。我妈一脸嫌弃的往后退了一步：“谁跟你们是一家人？妹子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这事也真的不能怪我们啊！这嘉兰一早就把身份亮出来，哪有这些误会？”钟大军搓着手，一脸谄媚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们一家子嫌贫爱富，势利眼也是我的错了。”钟大军尴尬地咳嗽一声：“那不是误会吗？误会？我看你们是眼瞎心盲，只看得见钱。”我妈拿起扫帚指着他们：“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们家不欢迎你们！”王美莲顿时不高兴了：“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们的错，谁让你们一早不说实话？我不管，我们家的橙子你们就得帮忙卖，还必须给我卖出高价。我可告诉你，不帮我们卖橙子，我就去你公司闹，说你忘恩负义，赚黑心钱。”钟大军也不要脸地道：“没错，嘉兰，你劝你最好识相点，别把我们最后一点亲戚情分都给做没了。”我爸妈都听不下去了，抄起扫帚就往他们身上招呼：“滚，都给我滚！
我们没有你们这样不要脸的亲戚。我看着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，只觉得恶心。这家人真是无耻到令人发指。跑远的王美莲居然还敢嚣张放话。陈嘉兰，你给我等我，你不仁，别怪我们不义。我没有想到他们的动作这么快，隔天他们就开了直播。直播间里，王美莲故意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脸上画着憔悴的妆，对着镜头嚎啕大哭。她哭诉着我如何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，如何有钱了看不起穷亲戚，如何踩高捧低，势利眼，为了利益宁可帮外人，也不帮自家亲戚。我以前对她多好啊！他小时候没少来我家吃饭，我给他做的红烧肉，他一口气能吃3大碗。我把他当我自己的孩子，可他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无情无义呢？他哭得声嘶力竭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嘉兰，舅妈真的不为难你，也不图你什么，舅妈只想把家里的橙子都卖出去，你就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接着，王美莲哭诉着橙子因为我滞销，今年要血本无归。直播弹幕里的人都在骂我，这主播的外甥女也太狠心了吧！有钱了就忘了本，良心被狗吃了。抵制这无情无义的东西，不要去他的直播间买东西。钟大军和苏珊也适时地出现在镜头里，添油加醋，让网友的愤怒值蹭蹭往上涨。为了让事情发酵得更快，他们还花钱买了热搜。井号100万网红忘恩负义，井号带货女王抛弃穷亲戚，井号我的公司很快上了热搜。由于我始终没有出面澄清，更没有做任何回应，大家默认我这是心虚了。于是网友的怒火越烧越旺，开始有人抵制我旗下主播带的货，就连村子里的橙子销量也开始下滑。小李急着不行，一直劝我想解决的方案，如果任由舆论发展下去，公司会受很大的影响。可我始终不急。王美莲以为凭着他们的卖惨，成功拿捏了我，还故意打来电话威胁陈嘉兰，你这次要不给我们10万的补偿费，就休想平息这事，我非干到你破产为止。行啊，我等着。于是他们买了更多的水军攻击我，热搜上的前3全是关于我的词条，小李都愁得要抓头了，而我心情却不要太好。现在该我们反击了，我没有任何废话，直接甩出那天大舅一家让我们睡鸡窝的监控视频，他们侮辱我父母的视频，还有这些年我妈给大舅一家的转账记录，以及王美莲那套穷亲戚不值得交往的言论。鸡窝那段视频是从隔壁邻居那里拿到的，至于我自己录的那段视频，本来只是想给我妈看，好让她看清大舅一家无耻的嘴脸，没有想到现在却派上用场。之后我也开通了直播，我不想过多的解释什么，大家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，孰是孰非，相信大家心里也有数。今天我开这个直播，更希望大家关注果农的销路问题。我直接将镜头给到身边的阿婆，这位阿婆就是之前那个在地里哭泣的那位阿婆，大家都在看着呢，你想跟大家说点什么？即便阿婆之前有了心理准备，可这会还是难免紧张。她不停地搓着自己那双干枯的跟老树皮似的手。2分钟后，她终于开口：我们的橙子真的很甜，如果你们觉得贵，给少点钱也行，亏就亏吧，只是不要让它们都烂在树上啊，不然太可惜了，真的太可惜了。阿婆说着，直接捂着眼睛哭了。之后，我又展示了阿婆家简陋的房子以及糟糕的生活环境。不仅阿婆，村子里还有几户也同样困难的果农，我也一一展示。
直播最后，我真诚地说道：“快过年了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如果有能力，帮帮他们，让他们也能安心过个好年。嘉兰在这里谢谢大家了。”直播几个小时后，我的口碑逆转，有人刚开始还怀疑阿婆是我找的托，非要扒底，一扒才知道阿婆的儿子是为救人才会年纪轻轻丧命，那是英雄啊！他温暖了世人，我们又怎么能让他死后寒心？于是橙子的销量开始节节攀升，订单跟雪花似的不停砸来，公司的其他订单也在不断增加。小李这时候才恍然大悟：“陈总，所以你之前是故意不发声？”我俏皮的眨眨眼：“太早发声，谁给我做广告？谁给我这逆天流量？”最让我意外的是，我的这次助农行动引起了一个千万主播的关注。对方联系了我，表示他父母以前也是果农，知道果农的艰辛与不易，他也想帮帮阿婆他们，愿意抽出半天时间，无偿帮村民直播卖橙。这个意外之喜简直要把我砸晕。到了直播那天，在短短1个小时内，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就达到了700多万。计划4个小时的直播，结果才2个小时就结束了。为什么结束？因为橙子都卖完了。2个小时时间，村里的橙子全部售罄，近40万的单量。当围观的半村村民听到近200万斤的橙子全部卖出时，全都跟着欢呼雀跃，那兴奋的声音几乎要传遍整个村庄。那一刻，我都忍不住跟着热泪盈眶。之后，村里的大部分人都陷入紧张忙碌的打包工作，终于在26这天，将所有的订单全部打包运出。小舅今年光卖橙赚了10万，这脸整天都笑呵呵的。不单是他，村里的其他人也都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。当然，我大舅一家例外，本来还想搞臭我，从我身上捞一笔钱，结果被我锤得面目全非。见所有人都赚钱了，就他们一家倒霉，自然是不甘心的，于是偷偷摸摸溜进仓库，给橙子注射毒药，想以此陷害我，让我担上人命。只可惜我早就对他们一家有所防范，他们才刚偷溜进去，就让我带人逮了个正着，一家子全灭。未来几年，他们都在努力踩缝纫机了。这年我们是在小舅家过的，所以这是要让我们全家睡鸡窝。我小舅妈很高兴，随即又觉得不合适，觉得给的太多了。嘉兰，你别因为他是你表弟就特殊对待，该多少就多少。不会，这半个月他足够证明自己的实力。8000，他值得。年夜饭吃到了7点多，隔壁院子里响起烟花爆竹的声音。看着窗外的绚烂烟花，我举杯致敬所有人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顺遂，喜乐安康，来年统统发大财，新年快乐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